係嗰網友嗱呢條片啊，我係即係再從呢個白宮所講關於嗰個加拿大嘅稅引申到，究竟呢一個 Donald Trump 對於想吞併加拿大成為美國嘅第51個州係有幾認真呢？咁呢個呢，我已經應承咗大家好耐，就要牽涉落去美國嘅另一個總統麥根萊。咁呢個總統呢 Donald Trump 最近成日提嘅，喺佢個 inaugural speech 唯一講咗2次嘅人啊，唔講列根，係講麥根萊。你唔明白麥根萊呢，你就唔會明白 Donald Trump 今日嘅思維嘅。所以呢，我呢度呢就係將麥根萊呢一件事呢，就總統呢件事呢講翻俾大家聽。觸發我講呢件事呢，就因為美國白宮嘅官員講，總統 Donald Trump 計劃由美國進口嘅鋼鐵同鋁加徵25% 關稅呢，原來呢係要疊加上去嘅。如果一到30日，之前佢係要對加拿大嘅產品徵25% 關稅，鋼鐵產品加多25%，即係50%。咁即係唔使做生意，即係呢個真係奇怪喎！大家知道鋼鐵產品啊，對外傾銷嗰個係中國，幾乎咧中國都唔使學加拿大俾咁多關稅，咩意思咧？呢個即係咧係咪想逼到加拿大破產，而終於咧係唔能夠唔加入美國咧？呢個就係嗱，大家睇下呢個就係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而家喺巴黎參加呢個人工智慧峰會，剛啱開完，呢啲關稅係完全唔合理嘅。加拿大作為美國最親密嘅盟友，2個國家密切相連。我講俾你聽，密切相連到咩程度呢？根本呢就係呢個關稅如果一實施，就係對美國嘅汽車業同埋好多機械呢係致命打擊嘅。佢話一個鋼板，你抽佢關稅咧係冇意思嘅。呢個鋼板啊係喺加拿大運去美國，美國運去加拿大，越過邊境5次先至做到一架車出嚟。一收起上嚟咧，即係美國同加拿大都有數以百萬計嘅人失業。加拿大就鋼鐵業同汽車業個失業咧都好嚴重。杜魯多話，如果必要，加拿大會採取堅定而明確嘅回應，為本港嘅工業同工人挺身而出。加拿大要做嘅嘢，譬如係乜嘢啊？但要需要時間做噶嘛。如果真係要還擊，就係要喺加拿大自己起煉油廠，起碼咧起1-2年啦。喺加拿大自己煉油，唔再運去美國，或者叫中國嘅汽車嚟加拿大做汽車廠。唔收中國嘅關稅，咁如果係咁呢，就係中國嘅美國嘅汽車將會永久被加拿大趕咗出去。咁當然啦，就係美國嘅汽車會加價啦，美國所有嘅鋼類產品、工業產品都會大幅度加價，因為最多鋼鐵、最多鋁輸去美國嘅就係加拿大，呢個就係。好啦，關於加拿大成為美國嘅一個州嘅問題呢一個係其實個民意調查係點呢？大多數加拿大人都係反對嘅，呢個好大鑊。United States, not the United States， 呢個就係你中唔中意加拿大成為第51個州呢？呢個 Donald Trump 咧就話咧，每年美國津貼加拿大2000億美金，佢真係亂噏嘅。呢個係嗰個貿易赤字係1000億美金，呢個係歷史最高。但係就係美國對加拿大嘅無形貿易盈餘咧係有600幾億美金，即係咧其實個赤字得300幾億美金嘅啫。你唔明點解美國嘅反應咁大嘅呢個係？而且加拿大啲人賺到錢咧，冚唪唥拎去美國投資買美國國庫債券嘅。其實加拿大嘅資金係流入美國，支援美國嘅經濟。
好啦，根據 Ledger 項調查，13% 嘅加拿大人希望成為美國嘅一個州，有13% 人，82% 人反對。嗱，深藍色喺5個州入邊係非常反對 ，Alberta 非常反對 ，British Columbia、Ontario 最中意嘅咧就 Atlantic Canada 喎。呢一個咧就去到相當反對嘅，最嚴重嘅就90%、80幾個 percent， 呢邊就支持嘅啊。另一項由 Abacus 進行嘅調查，71% 絕對反對，6% 支持，16% 考慮啊。好啦。你要明白呢種行為咧，你一定要明白麥金萊總統嗱，佢係將呢一個阿拉斯加最高阿拉斯加州最高嘅山改為麥金萊山，曾經咧已經改咗當地嘅名，經過幾十年改翻麥金萊山。麥金萊關稅係以關稅出名，1890年。麥金萊咧，佢係一個打過美國內戰嘅人啊。咁就係個履歷好齊嘅，有參議員、有眾議員、有州長。當佢係共和黨國會議員咧，主張保護美國工業。喺1890年，佢就提出呢個麥金萊 tariff， 係佢提出。呢個時候佢唔係總統，1890年，佢提高咗入口商品關稅，由38% 提高到50%， 50% 關稅。佢而家咧就學佢嘅，而家呢個而家嗰啲經濟學家咧人話咧20至25% 咧就最好啦，但係提高到60% 咧都係對美國有利嘅，尤其是針對農產品同工業品呢兩樣嘢。好啦，結果個後果係點呢？佢提出個麥金萊關稅係造成美國經濟嘅損害，結果嗰年呢就係佢未選總統啊。嘅結果就益咗克利夫蘭，克利夫蘭咧就成為美國總統。咁後來克利夫蘭退休，就佢選總統。佢嘅政策咁樣咧，係刺激咗美國工業發展，因為有關稅咧，國內嘅商品更有競爭力。嗱，大家要明白嗰陣時同而家嘅唔同咧，就係美國嘅工業喺初創時代。佢嘅工業咧係唔夠呢個英國咁成熟嘅，英國工業革命先，所以英國嘅產品比較平嘅，佢係保護住呢個關稅，等呢一個美國嘅工業可以成熟，所以佢一加咗50% 關稅，咁當然美國嘅工業就可以發展啦。美國嘅農民咧就出口嘅，但係其他國家提高關稅報復。結果農業出口大幅度下跌，得到嘅乜嘢？我唔明喎，佢哋睇啲有利嘅嘢，唔睇啲冇利嘅嘢，就係嗰個通脹係上升。由於外國商品關稅增加，美國消費者必須付更高嘅價格，導致民眾不斷不滿，引發政治動盪。結果1892年，民主黨克利夫蘭釋出降低咗關稅。然後佢做總統咧，佢又加翻個關稅。好啦，佢加翻個關稅，然後咧就去打人。美國大幅度擴張海外領土，尤其是1898年嘅美西戰爭。嗱，呢個麥金萊就係美國擴張得最快嘅，用戰爭擴張領土最熱烈嘅人。佔領咗幾多領土呢？1898年。1898年麥金萊將佢將夏威夷併入美國。菲律賓1898至1902年喺西班牙手中奪得菲律賓，俾西班牙2000萬美金買咗菲律賓。嗱，而家佢就係想要同樣嘅嘢啦。Donald Trump 係咪啊？呢個買格陵蘭或者控制巴拿馬係咪一樣？呢個係。1899年就爆發咗菲律賓美國戰爭，美國鎮壓當地獨立運動。1902年完全控制，呢個係波多黎各美西戰爭
由西班牙手中奪得波多黎各，直至今日。關島、古巴，雖然美國喺1898年擊敗西班牙之後未正式吞併古巴，但透過呢條法例呢，實際上將古巴變成附屬國。其實當時古巴係獨立，同西班牙打，美國係去援助古巴嘅，結果將古巴變成附屬國。今日嚟講，你呢個思路係唔係同 Donald Trump 好似啊？即係 Donald Trump 話唯一嘅 solution 呢個美國可以繼續同加拿大做生意嘅，就係要加拿大成為美國嘅一部分。呢個就 the only solution 係 Donald Trump 講啊。但你睇下麥金萊所做嘅嘢，你就會明白。1897年當選總統，佢簽署咗丁利關稅法 （Dingley Tariff）。結果呢個總統喺1901年喺水牛城泛美博物館個音樂聖殿俾人哋槍擊打死咗。行兇者咧係無政府主義者，佢隱藏嘅左輪手槍同自己握手示意嘅麥金萊開槍，結果58歲。最好笑咧，麥金萊死咗咧就由 Theodore Roosevelt 繼位，佢哋咧就特登選 Theodore Roosevelt 做副總統，就因為 Theodore Roosevelt 係一個好民粹嘅人，係反對大企業，認為咧要制裁大企業壟斷嘅。咁於是嗰班大企業包括咗呢一個係當時嘅摩根啊，成班人呢個一齊決定懟咗佢做副總統，咁就冇事。喂 ，Theodore Roosevelt 咧又好用於打仗喎，佢有份去打古巴喎，佢係做遊騎兵去打古巴喎。結果麥金萊被殺 ，Theodore Roosevelt 就執行呢個反托倫斯法，將呢一個呢個 New Jersey 呢個石油 Trust 解散成為6間公司，1間公司瓦解咗呢個石油霸權瓦解咗呢一個火車嘅霸權，瓦解咗鋼鐵嘅霸權，好唔好笑啊？呢個各位網友 ，Form Bio 嘅保健產品嘅好處，大家都體驗過啦。韓國金秀賢先生係 Form Bio 嘅代言人，佢最近又憑《淚之女王》取得最佳男主角。佢咁有魅力呢，真係迷死好多人。而家凡係喺俏貓貓超市、Q Food Mall 門市及網上購買 Form Bio 產品，滿港幣500蚊，就送1套3張金秀賢嘅照片。推廣期呢係2025年1月24號，送完即止。想集郵呢個限量版嘅金秀賢嘅照片，就唔好錯過今次機會啦。又可以食 Form Bio 保健品，繼續 keep 住最 fit 嘅身體。